吉翁已无可用之兵，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1集赤色彗星的诞生下。格瓦金级宇宙战舰是吉翁公国在1年战争时期投入的一款新锐宇宙战舰。该型战舰在定位上跟联邦军的麦哲伦级战舰属于同一级别，其体积比吉翁的主力舰姆塞级要大出很多，因而各方面的性能均比姆塞级要高出不少。像全舰配备的武装就显得十分强大，其中主炮一共设置了4门双管麦格粒子炮，布局与姆塞级相同，都是纵向一条线分布在舰艇上方，火力输出能力要凌驾于联邦军的麦哲伦级，所以伊服役就成为了当时最强宇宙战舰。但是武装类型比较单一，舰上没有装备导弹发射系统，使得格瓦金级的整体打击能力没有高出麦哲伦级多少，仅在远距离的舰炮对决时比较有优势。而在舰体左右两侧则共布置了20座防空炮，每一侧分上下各5座防空炮进行布局，能够覆盖格瓦金级战舰大部分射角朝向，并且使用的武装也是麦格粒子炮，可在短时间内输出强大火力，形成防护网，来为格瓦金级战舰提供防护保障。这个清一色由麦格粒子炮构成的防御体系，比密集输出形成弹幕的传统防空炮防护能力要高出一个水平。倘若这20座麦格粒子防空炮进行集火攻击，其产生的强大火力输出也会对战舰之类的大型目标构成巨大威胁。在携带 MS 数量方面，格瓦金级超越了7倍级，直接登顶，一共可以携带20架机动战士执行作战任务。凭借这个指标，使得格瓦金级的战斗力一跃成为了远超麦哲伦级的存在。不过这样也让格瓦金级的造价变得相当高昂，建造成本大幅度的攀升，使得数量极其有限，让吉翁只能将格瓦金级作为旗舰使用。于是第1艘格瓦金级战舰就成为了吉翁光王使用的旗舰，并命名了十分高大上的德金大帝号。其内部的装修程度可谓极其豪华，还特意留出了一块巨大的空间来作为最高规格的作战会议中心使用。为了给人庄重且威严的氛围，设置了很长的走廊来连接这个作战会议中心，这样在走进会议中心时，感觉就如同进入教堂的大堂一般，不得不使人始终要保持着一股敬畏之心。而且除了作战会议中心这一功能之外，还能用于举行宴会进行接待使用。另外还设置了作战情报监控室，专门在作战期间负责接收前线战报信息，而这些信息会通过墙壁上的6块显示屏进行展示。为此，这个情报监控室会安排1名操作员，专门负责接收处理信息，在处理完毕后会投放到显示屏，并向吉翁光王进行汇报。因此这个地方是吉翁光王主要活动的区域，内部的装修规格跟作战会议中心一样很高。而在卢姆会战爆发期间，吉翁光王德金索多扎比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观看了整场战役的全部过程。由于交战过程中会释放米诺夫斯基粒子，从而大大影响了接收前线战报的信息，为此德金索多扎比将自己摆在非常靠前的位置，以便尽可能多的接收到前线的战报。当然在卢姆会战当中，吉翁公国已经是主力进出的状态，后方空虚难免会容易让人心惶惶，而德金索多扎比带着少量的部队摆在第2战线的位置，也是在起着稳定军心的作用。只要他所处的地方不被突破，从前方战场到后方本土就不会陷入到慌乱当中。不过他这一个举措也让自己遭受到了巨大风险，也就是在多兹鲁扎比率领吉翁主力舰队进行转进，向联邦军舰队主力方向奔赴的时候，使联邦军的先头部队提安姆舰队得以长驱直入。没多久之后，德金索多扎比就暴露在了联邦军提安姆舰队的面前，但好在多兹鲁扎比的转进战略取得了成功，及时将联邦军舰队主力全部歼灭，让联邦军先头部队提安姆舰队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放弃进攻吉翁本土，选择了撤退，使得处在第2战线上德金索德扎比逃过一劫。最终这场卢姆会战吉翁公国大获全胜，并且还成功俘虏了联邦军最高指挥官雷比尔中将。正当德金索多扎比以此作为筹码跟联邦进行谈判，来促成吉翁独立变成既定事实的时候，以基连扎比为首的主战派企图仰仗国内主战巨大声量的浪潮，继续战争扩大战果。于是德金索多扎比不得不前往监狱争取雷比尔，以便之后跟联邦谈判达成和谈条件，结束战争。在取得雷比尔的共识了以后，便安排基西利亚扎比秘密释放了雷比尔，并联系了联邦派出接应部队共同行动。很快雷比尔就在双方人员的帮助下顺利送到宇宙港，逃离了吉翁，然后搭乘在外等候多时的萨拉米斯级巡洋舰向联邦宇宙军的月神2号基地前进。然而在途中遭遇到了吉翁另一支部队，而且这支部队使用的战舰还有所不一样，
这艘战舰便是命名为法路梅鲁号的姆塞级巡洋舰。该型战舰是吉翁专为执行特种任务改造而来，其造型与常规的姆塞级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仅在上层的舰桥部分的造型发生了较大变化。最上层的舰桥就如同头盔一般，由于这一艘战舰是要交付给夏亚指挥使用，所以这造型倒也很符合夏亚作为精英的象征。不过主要的变化还是体现在性能上，为了方便追踪特定目标，动力得到了加强，提升了速度，还有就是锁敌方面的性能也得到了加强，能够在很大范围内捕捉到各种可疑的目标，而剩余的其他性能则没有什么变化。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艘战舰就是针对特定一个目标改进而来，而这一个目标就是联邦军开发的新型机动战士，也就是联邦军发起的 V 计划项目。尽管联邦军对这个进行了极为严格的保密，但相关的情报信息还是被吉翁有所掌握。而得到这个情报后的多兹鲁扎比对此十分重视，于是一边安排建造这艘法路梅鲁巡洋舰，另一边约夏亚在自己的豪华小艇里进行了密谈，将联邦军的 V 计划项目透露给了夏亚，然后对夏亚下达了搜索联邦军 V 计划项目的任务。很快，豪华小艇开到了吉翁战舰的制造工厂，多兹鲁扎比便将新造好的这艘法路梅鲁号交付给了夏亚，用于进行此次搜索任务，并相应挑选了精英人员由夏亚负责指挥。于是夏亚在接手这艘法路梅鲁号巡洋舰后，便立即启程出发，由此开启了他寻找联邦军新型机动战士之路。而这艘法路梅鲁号在启动后，很快就展示出了超强的动力，正如多兹鲁扎比描述的那样，法路梅鲁号是超越姆塞级的姆塞级，虽然外形上没有太多改变，但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性能跨越，其性能提升的幅度足够媲美全新一代战舰，这样夏亚就有足够的底气深入联邦区域进行作战。而就在出发之前进行演习测试的时候，突然间就遭遇到了雷比尔搭乘的萨拉米斯级巡洋舰。尽管这两艘战舰很快就进入到了交战的距离，但夏亚感觉到这艘战舰的出现有些诡异，决定冒险登船检查，而没有选择击沉。而联邦军迫于赤色彗星夏亚的存在，没有进行反击，而接受了吉翁停船检查的要求。没多久，当夏亚见到雷比尔本人的时候，夏亚这才从此次遭遇中感觉到了某种奥妙，于是返回到法路梅鲁号后对其进行了放行。就这样，雷比尔终于有惊无险地返回到了月神2号。接下来他将在联邦与吉翁的谈判当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此时联邦和吉翁的谈判也到了正式开始的阶段，其中吉翁所派出的谈判代表便是马克贝中将。虽然在出发之前就得到了从基西利亚扎比传达的攻王旨意，但因为吉翁高层的每个人都各怀鬼胎，看似基西利亚扎比在明面上向马克贝传达了德金索多扎比要促成和谈的旨意，但实际上暗地里鼓动马克贝利用谈判的机会做好空降地球进而扩大战争的准备。为此，吉翁专门研发了可容纳机动战士的大型空降舱，该空降舱简称为 HLV， 可通过悬挂在姆塞级舰桥下方进行运送，当抵达地球近地轨道时就可以进行投放，然后空降舱在落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上方的连接结构就会抛弃，接着在空降舱上方抛出4个减速伞来降低空降速度，在即将到达地面时，底部一圈的推进器就会启动，通过输出向上的推力实现空降舱平稳降落，而且在舱体周围一圈也设置了喷口，以确保空降舱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始终能维持正确姿势。由于空降舱的体积十分庞大，能够容纳6架机动战士进行空降作战，这样在降落到地面以后，6架机动战士就能以完整的编制立即投入战斗。跟过去的空降兵受限于运输机的运力不同，吉翁的空降部队可以携带所有重武器作战，能够在敌方的核心腹地维持自身的火力优势。即便吉翁空降地球作战拥有了足够多的优势，但是马克贝深知扎比加的情况，所以在表示愿意执行空降地球作战时，也表达了前往地球作战随时会成为弃子的担忧。于是基西利亚扎比为了打消马克贝的疑虑，便表示卡尔马扎比会一同前往地球参加作战，以此作为质子来支持马克贝在地球上作战。于是马克贝接受了基西利亚扎比的提议，在前往地球进行谈判的同时，也开始加紧做好空降地球作战的准备。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卡尔马扎比虽然对自己作为质子并不知情，但在卢姆会战结束后要求上前线十分热情，一直对卢姆会战没有上前线而耿耿于怀，十分渴望通过获得军功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因而在卢姆会战后调到了空降师团，连续参加了多场反吉翁殖民星势力的镇压作战。在这些战斗当中，吉翁投入了适合在殖民星内部作战的新装备，而这个新装备便是盖洛普级气垫型陆用战舰，与海军登陆作战使用的气垫船相同。
盖洛普级也是通过气垫实现腾空，从而具备在地面上进行机动的能力。其主要作用也是体现在运输上，其中在前端位置设置了一个格纳库，内部空间可容纳3架机动战士。当舱门打开了以后，搭载的机动战士随时可以出击作战，无需盖洛普级停止机动进行释放，并且盖洛普级还配备了强大的武装，可以跟机动战士进行协同发动攻击。可以看到，在船体尾部安装了大型双管舰炮，该炮跟传统舰炮一样，属于是实弹武装，其炮管的口径很大，能为机动战士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在舱门位置还设置了2座防空炮，用于进行防卫。该防空炮在必要时可以放平，用于对陆攻击，火力输出十分凶猛，任何钢筋混凝土之类的掩体都很难抵挡。尽管盖洛普级的武装偏少，显得比较单薄，但使用模式与姆塞级轻型巡洋舰一样，自身跟3架 MS 组成的小队才是完整的作战单位。因此，在盖洛普级的顶部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部分便是观察用的瞭望台，方便指挥官观察周围环境，指挥 MS 作战，并且在瞭望台上和周围设置有大型天线，尽可能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确保通讯顺畅，以此保持团队间的协同作战效率。所以，即使在殖民星内复杂环境里进行巷战，吉翁依旧能对反抗吉翁的武装力量形成碾压之势。而卡尔马扎比就是这样搭乘盖洛普级，在卢姆共和国境内进行了多场战斗。为了方便进行区分，他搭乘的盖洛普级使用的是橙色涂装，并带有吉翁标识，作用相当于旗舰负责来指挥全局作战。尽管他取得了连战连捷的作战成果，但是卡尔马扎比为了刷取军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采取了拒绝投降的方针，强硬输出武力进行镇压，给卢姆共和国的居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其作为与吉翁在哈特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区别。最终在结束卢姆共和国境内的战争后，卡尔马扎比如愿以偿晋升为上校。不过马上他也由此迎来了一个重大时刻，也就是联邦与吉翁正式开展停战谈判，其谈判地点选在了南极斯科特市。正当谈判进程进入到关键的阶段时，刚返回到月神2号基地的雷比尔立即向全世界进行电视广播，其广播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能屈服吉翁谈判提出的苛刻条件。紧接着他喊出了震惊全世界的那句话：吉翁已经无可战之兵。也就是这一句话，从此改变了世界局势的走向，使得联邦坚定了继续战争的态度，不再与吉翁达成任何关于停战的谈判要求。而最终达成的南极条约仅作为战时条约来约束双方的战争行为，德金索多扎比的速战速决战略也就此宣告破产。眼见促成吉翁独立成为既定事实的幻想化为泡影，德金索多扎比便怒而兴师，开启地球空降作战。于是正如前面所安排的那样，卡尔马扎比被任命为北美方面军西部军区司令，与马克贝中将组成地球派遣军前往地球作战。从此吉翁与联邦的战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没能在卢姆会战后得以终结，这就使得双方的这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长期化。